今天我们将揭秘隐藏在全球金融背后的神秘领域——避税天堂。你是否知道，全球众多跨国企业和高净值人士正巧妙利用低税、零税政策，将巨额利润转移至这些神奇的地区？在接下来的内容中，我们将深入探讨避税天堂的运作机制、历史渊源以及未来挑战，揭示国际资本如何在全球范围内高效流动。如果你对国际财经、跨国资本运作充满好奇，这期视频绝对不容错过。首先，我们来明确一下避税天堂到底是什么。避税天堂通常指那些提供低税率、零税率或者极为优惠税收政策的国家或地区。这些地方不仅税负低，而且拥有宽松的金融监管和高度保密的法律制度，因此成为全球跨国公司、高净值人士以及各种投资机构进行税务筹划和财富管理的重要基地。避税天堂的历史可以追溯到20世纪初，当时一些国家为了吸引外国资本，纷纷推出优惠的税收政策。瑞士、开曼群岛、百慕大等地凭借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和政治中立性，很快成为了全球避税天堂的代表。进入20世纪后半叶，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加速发展，避税天堂的地位愈发显著。无论是欧洲的卢森堡，还是加勒比海地区的开曼群岛，都逐渐发展成为国际金融中心的重要组成部分。事实上，避税天堂并非简单的免税地区，而是一种特殊的金融生态系统。他们不仅通过低税率吸引跨国企业，还依托严格的保密法律和便捷的公司注册流程，形成了一个庞大的离岸金融网络。这个网络让资金在全球范围内自由流动，也让跨国企业得以利用各种国际税收协定和法律漏洞，实现税负最小化。正因如此，避税天堂长期以来一直备受争议，既有支持者认为他们促进了国际资本流动和经济发展，也有批评者指出他们助长了逃税、洗钱等不法行为，损害了各国正常的税收收入。接下来，我们将逐一介绍全球10大避税天堂的代表性地区，每个地区都有其独特的魅力和运作模式。1. 卢森堡。卢森堡位于欧洲心脏地带，面积虽小，但却是全球金融业的重要枢纽。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卢森堡凭借宽松的税收政策和优越的地理位置，吸引了大量跨国公司在此设立分支机构和特殊目的载体。该国不仅拥有低税率和广泛的双重征税协定，还针对知识产权、投资基金等推出了专门的税制优惠政策。正是这种高效灵活的制度设计，使得卢森堡成为许多欧洲及全球企业进行税务规划的首选地。虽然高昂的生活成本和运营费用对部分企业构成压力，但整体而言，卢森堡在资本市场上的吸引力依然不减。2. 开曼群岛。开曼群岛位于加勒比海，以其绝对的免税政策闻名全球。这里没有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以及资本利得税，使得任何企业或个人都能在此享受零税负的待遇。开曼群岛不仅风光旖旎，更因其完善的金融服务和严格的保密制度，成为全球离岸金融业务的中心。事实上，在这片热带群岛上，注册公司的数量甚至远远超过当地居民的人数。尽管高额的进口关税使得生活成本有所提高，但对那些寻求税务优化的跨国公司来说，开曼群岛无疑是一个极具吸引力的避税天堂。3. 百慕大。百慕大位于大西洋西部，是另一个著名的避税天堂。这里享有零企业税、零个人所得税以及零资本利得税的政策，因而成为全球保险和在保险公司的聚集地。百慕大的税收优惠政策使得许多跨国公司选择在此设立总部或控股公司，从而实现全球利润的有效分配。与此同时，百慕大完善的金融监管体系和高度的法治透明度，也为国际投资者提供了安全可靠的商业环境。正因如此，
无论是保险业还是金融服务业，百慕大都在全球市场中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4. 瑞士。瑞士作为世界著名的金融中心，以其高度保密的银行制度和低税率而享有盛名。长期以来，瑞士一直是全球富豪和跨国公司的避税乐园。尽管近年来在国际压力下，瑞士在银行保密方面有所放宽，但其低至 11% 至 21% 的企业税率仍然具有极大的吸引力。许多跨国公司利用瑞士的税收优惠政策，通过在瑞士设立控股公司或转移利润，达到降低全球税负的目的。同时，瑞士严格的法律制度和政治稳定性，也为其在国际金融市场上赢得了良好的声誉。瑞士不仅代表着传统避税天堂的辉煌，更展示了金融智慧与制度创新的完美结合。5. 英属维尔京群岛 BVI。 英属维尔京群岛位于加勒比海，是全球注册离岸公司的热门地点。 BVI 以其极低的税率、简便的注册流程和高度保密的法律制度，吸引了无数跨国企业和投资机构。这里注册的公司数量常常远超当地人口，而这些公司大多用作控股、资产保护和税务筹划的工具。虽然近年来国际社会对 BVI 的监管要求不断提高，但其独特的制度优势依然使其成为全球避税天堂中的佼佼者。每当媒体报道 BVI 相关案例时，总能引起国际金融界的广泛关注和讨论。6. 荷兰。荷兰虽不被传统意义上视为避税天堂，但凭借其一系列优惠税制和广泛的国际税收协定，已成为许多跨国企业实现全球税负最小化的重要基地。荷兰著名的荷兰三明治结构，通过复杂的财务安排，使得企业能够将利润巧妙地分配至低税率国家，从而大幅降低实际税负。虽然荷兰的名义税率较高，但通过各种税收扣除和优惠政策，企业最终缴纳的税款远低于表面数字。荷兰在国际税务规划中的作用，使其成为跨国企业战略布局中不可或缺的一环。7. 新加坡。新加坡作为亚洲的金融中心，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和开放的经济政策，使得它在全球避税天堂中占有重要地位。新加坡实行属地税制，仅对本地产生的收入征税，而对境外收入则给予免税优惠。此外，新加坡政府不断推出吸引外资的政策，加上完善的金融服务体系，使得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选择在这里设立区域总部。新加坡不仅在企业税率上具有竞争力，其高效的公司注册流程和透明的法律体系，也为国际投资者提供了安全可靠的商业环境。8. 爱尔兰。爱尔兰近年来因其低至 12.5% 的企业税率而声名鹊起，成为全球科技巨头争相布局的避税天堂。爱尔兰政府为吸引跨国公司，推出了包括研发税收抵免、知识产权优惠等一系列激励措施，使得爱尔兰成为全球创新企业的重要基地。在我们进一步探索之前，我们有一个激动人心的消息要告诉大家，我们已经开通会员功能了。现在您可以加入我们的会员大家庭，享受会员专属影片和更多独家内容。别忘了关注才知道，并点击小铃铛，我们将继续揭示更多关于金钱的真相，祝你迅速实现财务自由。许多世界级科技公司选择在此设立欧洲总部，通过一系列精妙的税务筹划，实现全球利润的有效分配。爱尔兰不仅拥有高素质的人才和成熟的市场环境，更为企业提供了一个低风险、高回报的税务规划平台。9. 香港。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历来以其低税率和简单的税制受到全球企业青睐。香港实行属地税制，仅对在港产生的收入征税，而境外收入完全免税。这一制度使得大量跨国公司选择在此设立离岸中心。香港的企业税率为 16.5%，
相较于其他国家已十分低廉，同时其金融市场成熟、法治健全、商业环境开放，为全球资本提供了一个极具吸引力的平台。无论是贸易、金融服务还是资产管理，香港都展现出了极强的竞争力，是连接东西方的重要金融枢纽。10. 阿联酋。阿联酋近年来在全球避税天堂中异军突起，尤其以迪拜和阿布扎比最为著名。阿联酋实行对大多数企业免税、对个人免税的政策，并在众多自由贸易区内提供税收优惠和100%外资所有权。这一系列政策吸引了大量跨国公司和投资机构前来设立区域总部或控股公司。阿联酋不仅地理位置优越，连接欧亚非3大洲，而且凭借现代化的基础设施和政治稳定，正逐步成为全球金融中心的重要新星。避税天堂的运作机制。避税天堂通常指那些对外国投资者提供低税甚至零税政策、严格保密及便捷注册手续的国家或地区。正是凭借这些独特优势，避税天堂吸引了全球资本的青睐，使得跨国企业和高净值个人能够通过合法手段降低整体税负。具体来说，避税天堂的运作机制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避税天堂普遍设有极低的企业所得税率，甚至免税。这样一来，跨国公司可以通过在这些地区注册子公司或控股公司，将部分利润转移到低税区，从而减轻在原本高税率国家的税收负担。例如，一家全球知名的科技公司可能会在爱尔兰设立研发中心。爱尔兰除了提供低企业税率外，还有一系列鼓励研发的激励政策，使得该公司不仅能够降低研发成本，还可以通过合理的利润分配，将全球收益在爱尔兰和其他高税国家之间平衡，从而实现整体税负的优化。其次，避税天堂通常拥有严格的保密法律和宽松的监管环境，这意味着在这些地区注册的公司，其经营者和股东身份往往不易公开，从而保护了商业机密和资产安全。例如，英属维尔京群岛 BVI 便是很多跨国企业选择设立控股公司的热门地点。借助 BVI 简便的注册流程和高度保密的法律环境，企业可以更加灵活地进行全球业务安排，同时规避高额税收和严格监管。此外，类似开曼群岛和百慕大这样的地区，则以免税政策著称，吸引了大量金融机构、对冲基金和投资基金的入驻。许多国际投资基金通过在这些地区设立基金总部，享受免税待遇后，再将资金投向全球市场，从而实现资本运作的高效性。与此同时，一些国家也采用了荷兰三明治结构，这是一种通过荷兰作为中转站，利用其广泛的税收协定和精准的税务规划，将利润在多个国家间巧妙分配的模式。而新加坡则凭借属地税制和优惠政策，成为许多跨国企业设立亚太总部的理想选择。另一个实际案例来自瑞士。瑞士银行曾凭借其悠久的保密制度，吸引了大量富豪将财富存放在瑞士，从而规避国内较高的税率。尽管近年来在国际压力下，瑞士在保密制度上有所调整，但它在全球金融领域的地位依然不可小觑，仍然是许多高净值人士和跨国企业理想的财富管理地。综上所述，避税天堂之所以能够成为全球资本的避风港，在于其独特的低税政策、严格的保密法律以及便捷的公司注册流程。这些优势使得企业可以通过合法的税务筹划，在全球范围内实现利润合理分配和整体税负最优化，从而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保持财务上的优势。避税天堂的争议。然而，避税天堂虽然在吸引外资和促进资本流动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其运作模式也引发了广泛争议。批评者认为，避税天堂助长了跨国企业和富豪的税务规避行为，使得许多国家失去了原本应得的税收收入，
进而加剧了全球财富分配的不公现象。许多发达国家和国际组织纷纷加强对离岸金融和跨国税务筹划的监管。通过国际间的信息交换、严格立法以及多边合作，政府力图打击滥用避税天堂的行为。比如，近年来 OECD 等国际机构推出了自动信息交换标准，要求各国加强对跨国公司的税务透明度，从而减少利用避税天堂进行税务筹划的漏洞。此外，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和数字经济的迅速发展，新技术如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区块链也正在逐步渗透到税务管理领域。各国政府正试图借助这些先进技术，实现税务管理的智能化、透明化和公平化。例如，通过大数据分析和人工智能辅助税务审查，税务部门可以更准确地追踪跨国企业的资金流向，从而及时发现和阻止潜在的税收规避行为。面对这些挑战，避税天堂的未来运作模式将不可避免地进行调整。国际社会正在努力寻找既能保障各国税收权益，又不抑制跨国资本合理流动的平衡点。未来，各国政府、国际组织和跨国企业都可能在新技术、新监管机制以及新的国际协作框架下，重新定义税务筹划的边界和规则。总的来说，避税天堂在促进全球资本流动和吸引外资方面确有其积极意义，但其负面效应也日益显现。国际社会正在通过不断完善税收监管机制，努力缩小各国之间的税收差异，促使企业在全球范围内实现公平合理的税负分配。对于跨国企业而言，如何在合法合规的前提下进行税务筹划，将成为未来商业运作中需要解决的重要课题。在这一背景下，我们可以预见，随着全球税收政策和信息透明度的不断提高，传统的避税天堂模式必将面临重构和转型。如何在新形势下实现资本流动与税收公平之间的平衡，将是国际金融界和各国政府共同关注的重要议题。与此同时，企业也需要在不断变化的国际税务环境中调整自身的运营策略和税务规划，以适应未来更为严格的监管要求。从避税天堂看全球金融生态，避税天堂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税收工具，它实际上反映了全球金融生态中一系列复杂而深刻的现象。从某种意义上讲，避税天堂正成为国际资本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揭示了跨国公司在全球运营过程中如何利用不同国家税收政策之间的差异，实现利润转移和税负优化的策略。同时，避税天堂也折射出各国政府在吸引外资与维护税收公平之间的博弈，以及国际税收竞争的激烈程度。首先，避税天堂具有高度的政策灵活性和法律优势。许多国家或地区为了吸引外资，往往制定了极低的企业所得税率、免税政策甚至零税率政策。例如，开曼群岛和百慕大作为典型的免税区，吸引了大量对冲基金、金融机构和跨国投资基金前来注册和运作。与此同时，新加坡采用属地税制，爱尔兰推出低企业税率及研发激励措施，这些政策无疑给跨国企业带来了巨大的经济诱惑，使其能够通过合法的税务规划，在全球范围内实现利润最优化。其次，避税天堂的成功运作离不开其完善的法律保障和严格的保密制度。以瑞士为例，瑞士银行历史悠久的保密传统长期吸引了全球富豪将资产存放于此，即使近年来在国际压力下有所松动，其在全球金融领域的地位仍然举足轻重。卢森堡、BVI 等地同样利用法律上的保密优势，为跨国公司提供了一个安全、灵活的避税环境。这种环境不仅能帮助企业规避高税国家的重税负担，还能有效地保护商业机密和资产安全。此外，避税天堂的运作机制还反映了国际间密切的合作与竞争。各国政府在制定税收政策时，不仅要考虑本国经济发展，还要面对国际资本流动带来的挑战。
各国之间的税收竞争，促使一些国家主动降低税率，以吸引跨国企业和外资，而另一方面，发达国家则力图通过多边合作、信息交换和制定反避税规则来制约这种跨国税收筹划行为。正是这种相互博弈，形成了一种动态平衡，既推动了全球资本市场的繁荣，也为各国税收制度改革提供了新的思路和借鉴。从全球金融生态的角度来看，避税天堂促进了跨国资本的自由流动和资源的高效配置。跨国企业可以利用不同国家之间的税率差异，通过合理的税务筹划，将全球利润分配到低税区，从而降低整体税负。这种现象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全球经济一体化，也为一些发展中国家带来了外资流入。然而，这种模式同时也引发了激烈的争议，许多国家担心税基侵蚀和利润转移问题会削弱其财政收入，进而影响公共服务和社会福利的供给。在当前全球经济和数字化浪潮的推动下，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国际组织开始重视税收公平与国际合作。经合组织 OECD 和20国集团 G20 等多边合作机制正不断推动自动信息交换，制定反避税规则，并采取多种措施以应对跨国企业利用避税天堂进行税务规避的现象。国际社会正努力寻找一个既能保障各国税收权益，又不妨碍跨国资本合理流动的平衡点。对于跨国企业和高净值人士而言，合理的税务规划仍然是全球化时代不可或缺的一环。然而，这种规划必须建立在合法、透明和公平的基础上，而不能只是简单的利用各国之间税收漏洞进行利润转移。未来，国际社会可能会看到一个深刻变革后的避税天堂模式，在保障经济活力的同时，更加注重信息透明和税收公平。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区块链等新技术的应用，也许将使税务监管变得更加高效和精准，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传统避税天堂的吸引力。此外，各国政府也在通过修订国内法律和参与国际协定来缩小税率差异。例如，一些国家正在推动全球最低企业税率的设立，这一举措旨在限制跨国公司通过避税天堂降低税负的行为，同时确保全球各国能够公平地分担税收责任。这样的国际合作和政策调整将有助于构建一个更加公正、透明和高效的全球金融生态系统。总的来说，避税天堂作为全球金融生态中一个重要的现象，其存在既有积极的一面，也带来诸多挑战。从促进资本流动和吸引外资，到引发税基侵蚀和财富分配不公，各方的利益和诉求错综复杂。国际社会、各国政府以及跨国企业都在不断探索新的税务规划工具和监管机制，以期在维护国家税收利益和推动全球经济繁荣之间找到一个合理的平衡点。未来，随着全球化进程和数字经济的不断深入，避税天堂的运作模式必将面临更大的变革。各国如何在促进经济活力与维护税收公平之间取得平衡，将成为全球经济治理的一大课题。而对于企业来说，如何在这种新环境下进行合法、透明的税务筹划，同样是需要不断学习和适应的新挑战。以下是3个真实案例与故事分享，他们展示了避税天堂在全球商业运作中的实际应用及影响。案例1：跨国科技公司在爱尔兰的研发中心。多年来，爱尔兰以其低企业所得税率和政府提供的研发激励措施，成为跨国科技公司青睐的避税天堂之一。以苹果公司为例，苹果通过在爱尔兰设立研发中心和控股公司，利用当地低至 12.5% 的企业税率以及其他优惠政策，实现了利润的部分转移。这种税收优化策略不仅有效降低了公司的整体税负，还使得其在全球市场上具备更强的资金竞争力。
苹果的这一做法引发了全球各国对于跨国企业税收政策公平性的广泛讨论，也促使欧盟等国际组织加强了对类似税务筹划行为的监管。在这个案例中，爱尔兰政府既希望吸引外资，推动科技创新，同时又不得不面对国际社会对税收侵蚀的压力。企业则借助知识发展箱制度和低税率优势，将部分利润转移至爱尔兰，从而在全球税收布局中获得巨大经济效益。这一真实案例充分说明，避税天堂并非单纯的逃税工具，而是在合法框架内进行跨国税务规划的一种策略选择。案例2，国际投资基金在开曼群岛注册运作。开曼群岛作为全球著名的免税区，其零税率政策和简便的公司注册流程吸引了无数国际投资者。许多国际对冲基金和私募基金选择在此设立离岸基金总部，以便在享受税收优惠的同时，便于全球范围内募集资金和进行资本运作。某知名国际投资基金便是在开曼群岛注册成立，通过设立离岸基金的形式，将全球投资者的资金汇聚于此，再分散投资于各个市场。利用开曼群岛的高度保密法律和宽松的监管环境，该基金管理方能够有效保护投资者隐私，同时将部分收益在免税区内实现税务优化。这种模式不仅降低了基金的整体税务支出，也使得资金配置和运营效率大大提升。正因如此，越来越多的跨国机构和投资者开始将目光投向这一地区，开曼群岛也因此成为全球金融市场中不可或缺的一环。案例3，瑞士银行的保密与财富管理。瑞士银行长期以来以严格的银行保密制度著称，吸引了全球众多富豪将资金存放于此以规避高额税负。历史上，许多高净值人士和跨国企业家都选择瑞士作为财富管理的首选地。尽管近年来在国际反洗钱和信息交换压力下，瑞士银行保密制度有所松动，但其在全球金融领域的影响力依然深远。瑞士银行的模式主要依靠完善的法律保障和高度保密的运营环境，使客户在处理跨国资产和税务筹划时拥有更多灵活性。举例来说，某位欧洲富豪为了保护个人隐私和降低整体税务负担，就将大量资产存放在瑞士银行。虽然这一策略后来遭遇国际压力，迫使瑞士对部分保密措施进行调整，但这一真实案例仍然展示了瑞士在全球金融生态中作为传统避税天堂的独特地位，以及跨国财富管理中的复杂博弈。通过以上3个真实案例，我们可以直观地看到避税天堂在全球金融生态中的重要作用。他们不仅为跨国企业和高净值个人提供了税务规划的空间，也反映了各国之间在吸引外资与维护税收公平之间的持续博弈。正因如此，避税天堂既有助于推动国际资本的高效流动，也引发了全球各国对于税收正义和经济公平的深入讨论。避税天堂作为全球金融体系中一个重要而又复杂的现象，既展示了国际资本运作的智慧，也暴露了全球税收制度的不平衡。通过今天的探讨，我们不仅了解了卢森堡、开曼群岛、百慕大、瑞士、BVI、荷兰、新加坡、爱尔兰、香港和阿联酋这些避税天堂的基本情况，还深入剖析了他们在国际税务规划中的运作机制及所引发的争议。未来，随着全球经济形势的不断变化和新技术的不断涌现，避税天堂必将迎来新的挑战和机遇。国际社会如何在促进资本流动和保障税收公平之间找到平衡？如何在鼓励创新和防止滥用之间制定合理规则，将是各国政府和企业需要共同面对的重要课题。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如果你对全球避税天堂这一话题感兴趣，或者对国际税务规划有更多疑问，请在评论区留言，与我们分享你的看法。同时，别忘了点赞、订阅我们的频道，开启小铃铛。你的每一次关注与支持，都是我们不断前行的动力。
感谢大家的观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记住，全球金融的世界远比你想象的复杂，每一个数字背后都有着一段惊心动魄的故事。关注我，我是才知道，带你解锁更多金钱的真相。